如果斗争极端化，每个普通人都会成为目标，就像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一样。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是俄乌秘密战的警示，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上周纽约时报报道一些中央情报局人员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指挥美国与乌克兰军队共享情报。来自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北约其他国家的几十名突击队员也在乌克兰境内工作。伦敦的《泰晤士报》报道乌克兰也在进行自己的秘密战争。乌克兰第10特种部队的萨满营支队参与了跨境破坏任务。报道说，确切的目标是机密的，但是这些越境行动有助于解释俄罗斯的炼油厂、弹药库和通讯网络是如何被神秘破坏的。在一场战争当中呢，双方互相派出秘密小分队，破坏对方的军事行动或重要的基础设施，侦查对方的情报，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在这种情况下，谁胜谁败，就要看谁组织的更严密，安保水平更高超。从4月8号乌克兰战争进入第2阶段开始，俄罗斯重要的军工科研生产部门、石油天然气设施这些地方遭到破坏的事情发生了好几起。甚至莫斯科的军工核心单位中央流体力学研究所都被人纵火。俄罗斯总统普京本就是科格勃出身，对于渗透破坏这种事情是相当有经验的，如何防范也并不是外行。之所以还不能挡住破坏事件的接连发生，很有可能是因为俄罗斯的反间访特部门的经费不足，力量投入不够。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还仅仅是这些发生了火灾、发生了爆炸的事例。俄罗斯的重要部门还遭到了哪些渗透？有哪些情报正在源源不断地送往美国中央情报局？这都是很难说的事情。美国在乌克兰培训和组织秘密行动力量早就不是新闻了。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初，就有自媒体揭露亚速营的成员曾经在2019年前往中国香港，参与了反华行动。也就是说，乌克兰特种部队或者是秘密组织早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国家情报力量，而是从属于美国的全球性特务组织。当然，这个特务组织对俄罗斯进行破坏活动是更加的得心应手。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在人种上是完全一样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也非常的接近。虽然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正在努力的强调所谓的乌克兰语，排斥所谓的俄罗斯语，但实际上这两种语言的差异非常小。对于秘密情报活动人员来说，完全可以伪装成俄罗斯公民。俄罗斯的信息化程度呢也不高没有中国的健康宝这样的应用。这一方面带来了俄罗斯防疫形势严峻，另一方面俄罗斯的专政机关也少了一种有效的反间访特的手段。如果一个乌克兰特工拿着伪造的身份证在俄罗斯境内活动，是很难被普通人识破的。比如说在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别尔格罗德州，在战争爆发前，双方有非常频繁的人员过境往来。美国和乌克兰的特务机关在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到底埋了多少暗桩，恐怕俄罗斯政府到现在也还没有摸清楚。今天俄罗斯的情况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警示，将来我们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对大陆的境外间谍机构做严密的排查和清除。普通公民也应当有高度的国家安全意识。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斗争极端化，每个普通人都会成为目标，就像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一样。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好，这句话题就说到这里。